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唐三大战比比东，大明阿明献计，成为唐三的魂环，助唐三成为封号斗罗。上期讲到，唐三被海神三叉戟突然发出的金光定住，无法移动。海神三叉戟的金光不仅定住了唐三，还让比比东飞速后退。此时的唐三全身变成金色，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这股气息让比比东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唐三的精神力也看到了这个虚影，金色虚影握住海神三叉戟，一个充满威严的声音在唐三的脑海中响起，告诉唐三他是海神，自创黄金13戟，现在传授唐三前3戟。海神传授的第一式叫无定风波，无定风波攻防一体，是黄金13戟中唯一的最强的限制性技能，一旦命中对手，不论对手有多强，8秒内绝对无法移动半分。面对海神虚影的攻击，比比东的死亡领域失去效果，精神力也被压制，他迅速做出反应，10万年的第6魂技永恒之创朝着无定风波而去。永恒之创物理防御无效，能量防御降低50%，一旦命中，创伤将无尽蔓延，只有依靠魂力来抵御，直到魂力消耗完，油尽灯枯而亡。这个魂技是比比东最霸道的单体攻击能力之一，其他4位封号斗罗也都拿出了看家本领，但他们的攻击全都被无定风波直接抹掉了。比比东发现自己的攻击无效，不仅不后退，还迎了上去，同时他将自己的噬魂蛛皇真身瞬间转换成死亡蛛皇真身。比比东死亡蛛皇武魂的第9魂环亮起，整个身体布满了一层紫色魔纹。当无定风波的金色光环笼罩住他们的时候，比比东和其他4人身体全部凝固住了，气息被完全压制。海神虚影继续发动黄金13戟第2式千载空幽。千载空幽是一个群攻技能，在这一击之下，4名封号斗罗鲜血狂喷的摔了出去，不死也是身受重伤，而比比东被轰了出去，口中喷出大量紫色粘液。这一击因为海神虚影的能量不足，展现出来的效果并没有让海神满意。他为唐三展示的最后一击是黄金13戟的第3式一去不返。此时的比比东还处于无定风波限制的8秒之中，无法移动的比比东在一去不返的攻击下，身体爆裂成无数碎块。将这3式交给唐三之后，海神虚影告诉唐三，比比东拥有身体不死的技能，除非唐三继承神位，否则他永远杀不了比比东。而此时的比比东被海神虚影的黄金神力侵入，想要修复好身体至少需要半个时辰。既然海神都说了自己在成神之前杀不了比比东，恢复身体能够动的唐三毫不犹豫地催动瀚海护身罩隐身潜逃。而另外4位封号斗罗被黄金13戟给打怕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追上去。比比东死亡蛛皇的身体聚合之后，立刻解除武魂真身，收回武魂，幻化成本体的他十分不甘，但也只能在其他几人的守护下修炼。逃走的唐三在小舞灵魂的牵引下，很快就和他们会合。此时的大明和阿明已经快不行了，比比东死亡蛛皇的剧毒不仅侵入了他们的内脏，还侵蚀了他们的灵魂。大明告诉唐三自己很感谢他，没有让他和阿明成为比比东的魂环魂骨。突然回光返照的大明告诉唐三，他和阿明临死之前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希望唐三可以帮他实现。而他们最后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在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亲眼看到小舞完成复活的过程。对于复活小舞，唐三当然是非常期待的，但此时的他魂力还只是85级，离封号斗罗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大明告诉唐三，这5级的魂力差距他和阿明可以给他，而唐三在拥有了这5级魂力之后，必须要将小舞复活。面对大明的要求，小舞是拒绝的，但阿明却告诉他们，既然必定要死，那就死的有价值一点。他们成为唐三的魂环之后，不仅能帮小舞复活，还能够一直守护在小舞的身边。唐三的实力，大明和阿明已经看到了，但他们并不知道唐三已经是海神继承人，所以很担心唐三为了成为真正的强者，舍不得放弃最后的10级魂力，不想帮小舞复活。面对大明阿明怀疑的话，唐三直接将小舞的灵魂束缚拘回自己的体内，随后用海神三叉戟直接将自己的右臂砍了下来。唐三的右臂正是小舞的魂骨所在之处，他的行动让大明阿明看到了他的决心。两兽向唐三道歉之后，便立马向唐三献祭。大明阿明作为星斗大森林中的霸主，2大10万年魂兽献祭所产生的增幅，完全能够让唐三的魂力直接跳跃5级，提升到90级的程度。大明阿明献祭时，唐三用自己的灵魂告诉他们，自己一定会帮小舞复活，并且会用生命守护他，同时也一定会帮他们报仇，击杀比比东，毁灭武魂帝国。在大明和阿明联合的献祭之下，唐三的魂力冲破了90级的瓶颈，晋升到了封号斗罗的级别。大明成为了唐三蓝银
英皇的最后一个魂环。唐三砍断的右臂魂骨也由大明的魂骨补上了。从品质上来讲，大明的魂环魂骨都在小五之上。在唐三蓝英皇右腿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技能下，他的右臂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了起来。当唐三第9魂环完成了与蓝英皇的融合之后，二明也成为了昊天锤的第1个魂环，还为唐三左手的昊天锤带来了一块充满力量的左臂骨。在唐三吸收完二明充满力量的魂环魂骨之后，他的体内经脉暴跳，血液流转速度是以往的3倍以上。如果人体一次性吸收的能量太过庞大，超过了人体承受的范围，结果轻则经脉爆裂成为废人，重则爆体而亡。唐三在吸收完泰坦巨猿的魂环之后，身体出现这种负荷过大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承受能力差，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身体承受能力太强才会这样。一般的封号斗罗按照最佳魂环配比来算，所有的魂环修为年限加起来绝对不会超过20万年，而此时的唐三第5魂蓝银皇的魂环配比是黄黄紫黑红红红红红，光蓝银皇5魂就有5个10万年魂环，再加上昊天锤的10万年魂环，唐三的魂环年限高达60多万年，还有他的众多魂骨，加起来他自身属性增幅绝对在普通封号斗罗的2倍以上。一直到昊天锤吸收第1魂环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唐三身体的强悍程度。换成普通人，这种情况早就爆体而亡了。但唐三作为主角以及海神继承人，在离开海神岛的时候，他就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在拔出了海神3叉戟，经历了海神9考中的前7考之后，唐三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跨入了神级领域。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唐三的身体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熔炉之中，他的身上2大神兽献祭产生的红光消失了，冒起了强烈的金色光焰。唐三6块魂骨位置下面的经脉、肌肉甚至是骨骼开始变得灼热，他体表的肌肉迅速的膨胀起来，但在海神3叉戟的金光普照之下，又逐渐的平复了下去。唐三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变得无与伦比的强韧。一切都结束之后，唐三的魂力已经高达91级，而从大明2明献祭吸收魂环到结束，也已经过了小半个时辰。比比东万一修复好了，随时都有可能会杀过来。唐三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一个绝对不会被打扰的地方复活小五。就在唐三离开的同时，另一边的比比东也结束了自己的修炼。唐三吸收2大神兽的魂环，暴露了他的身份。在斗罗大陆拥有双生武魂的除了比比东自己，也就只有唐三有这个实力，可以在他们的手下救走2大神兽，还能够吸收他们的魂环。气到极点的比比东很清楚唐三将成为他们日后最难对付的敌人，而且是没有之一的那种。但不管比比东再怎么愤怒，他即将到手的魂环还是就这么飞了。而唐三的出现让比比东受到了威胁，如果没有唐三这个敌人，或许他还会花时间再找机会寻找10万年的魂兽，但现在显然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他找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只能再次进入星斗大森林深处，为自己的最后2个魂环寻找次一点的魂兽。到这里为止，唐三与比比东的初次交手已经结束了，唐三也终于成为了封号斗罗，只要再将昊天锤的魂环加满，就可以回海神岛，向着无数魂师心目中最遥不可及的方向前进。不过现在对唐三来说，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小五复活，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往后挪一挪。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比如说盘点或者是解说哪一部分的剧情，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兜兜。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